给12生肖在动漫中各选一个代表角色，每个生肖都会是谁。鼠这种生物，虽然大家在家里看见它的时候不一定待见它，但作为动画形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最极端的西半球最强法务部以及东半球最强法务部。当然了，你要说这个黑耳朵耗子和黄皮电耗子哪一个是属界最高的山，那我觉得是杰瑞。牛在动画中其实非常不好找，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宝可梦里的肯泰罗，但这个话题你从宝可梦里找，那堪比作弊了。国产动画中也有大脚牛这样的角色，但似乎没有那么经典。思来想去，我觉得金牛座圣斗士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属于是驰名世界的牛了。虎在动画中的形象和牛完全相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比如红猫蓝兔机甲传里著名败犬黑小虎，吉祥与灰太狼里也有配角老虎，但我寻思着这个老虎它得是我们宝可梦里面的赤焰咆哮虎啊，怎么会有咆哮虎这么帅的宝可梦啊？登场就是威吓，起手就是机场奇袭啊！什么？你问我刚刚说过啥？但这个话题你从宝可梦里找，那堪比作弊。这不重要。兔在动画中的形象非常经典，往往塑造的非常正面，像是红猫蓝兔里的蓝兔就可爱坚毅又温柔，或者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迪，都是经典又正面的塑造，以至于我们都忘了有个形容兔子的词儿叫狡兔三窟。而这样的同样又很经典的还真有哦，兔八哥就这样的兔子，你是真的能从这家伙身上看出属于兔子脚侠。龙在动漫中非常非常多，像是快龙、乌鸦仔、布鲁艾斯、歪头多拉贡，但这些西方龙在今天就没办法入围了。数码宝贝里的青龙兽算是比较标准的东方龙，龙珠里用7颗龙珠召唤的神龙也很经典，但你说名气很大的龙，那还得是《千与千寻》里面的白龙，这可是得过奥斯卡的龙，还是很有含金量的。蛇同样也是在动画中比较少见的形象，一般都是配角，像是大蛇丸的通灵兽，虽然大家印象深刻，但你真要说有什么代表型，那肯定是没有的。大家比较熟知的应该还是葫芦娃里的蛇精，但真要说选这个，好像又差点意思。当我开始找蛇经典形象的时候，我看到了白蛇缘起里的小白白素贞作为蛇的代表，肯定没有问题。马这个动物作为主角的动画那是真的不多，但是小马宝莉，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彩虹小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IP， 但是这里是抖音，所以马的代表那必须是赛马娘。哈基米哈基米哈基米。羊和兔子一样，每个语种都有很经典的作品，比如这个小圆肖恩。那要选，那我选懒羊羊，看起来很没有道理，但你真的选喜羊羊，真就差点意思。猴没得选，那只能是孙悟空，猴哥的地位毋庸置疑。从86版西游记到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再到前段时间黑神话，你要相信这个猴子形象永远都不会褪色。鸡作为12生肖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自己贴吧的生肖，也经常被赋予很多别的含义，但在动画里的鸡也并不少，比如10万个冷笑话里的时光鸡，经典国产动画小鸡不好惹。但你要说最有代表性的鸡，那我觉得还得是 QQ 群里的疯狂星期四 vivo50。狗应该是动画中用到最多的形象了，各种101忠犬、神卢比之类的。哦，对了，狗哥也是狗。但真要在一堆动画里选一只狗，那还得是出生之家里的布莱恩。如果你看过这个动画，你不会反对我的。最拟人的狗猪在动画中放以前，大家想到的一般是八戒、肥头大耳，露出度放到现在，说不定还不会过审。但现在你说到猪，脑子一闪而过的恐怕是顶级宫斗小猪佩奇了，想想也是蛮诡异的。但你真要选个能有代表性的猪，那恐怕得是猪猪侠了。我知道后面的猪猪侠似乎风评不太好，但出弹幕和奥运会的时候，那是真的挺不错的。当然，如果你对哪个代表有意见，那在评论区发发呗，你就当我在骗评论。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